我们先诚实一点好吗？你第一次翻开新约圣经，满心期待耶稣的故事，结果一开始看到的是什么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这时候你心里大概会出现一个声音说，这段应该不会考吧，先跳过，等有空再回来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但这段我真的看不下去。放心，你不孤单，但问题是，你每一次跳过马太福音第1章1到17这段家谱，其实都错过了一个超级重要的讯息。马太不是随便用家谱开场的，你要知道他的主要读者是谁，不是我们这些现代人，而是熟读旧约的犹太人，在乎血统、正统性、合法继承的人。对你是哪一支哪一脉超级敏感的人，所以马太一开头就在说一句话，虽然他没明讲，你们要的弥赛亚我给你，他的身份可以被查验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神话开场，而是历史文件的开场。如果你仔细看这串名字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怪的事，这份名单完全不像一个宗教宣传用的名单。正常来说，如果你要帮救世主写履历，应该会怎么写？信心伟人，品格完美，从不失败，道德零瑕疵。但马太偏不，他把一堆最好不要被提起的人全部写进来。亚伯拉罕为了保命，说太太是妹妹；雅各靠诡计骗祝福；大卫婚外情加间接谋杀；所罗门晚年灵性翻车。你会不会想问一句，马太，你确定你没有拿错版本？但没有，因为马太要让你知道一件事，神从来没有等人变完美才把他的计划交给人。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，家谱是不写女性的，但马太偏偏放进了4位，而且每一位都很有故事。你仔细看，他玛牵涉乱伦与不公义；喇合外邦人，而且是妓女；路德来自被藐视的摩押；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一段权力与罪恶交织的悲剧。这不是失误，这是刻意。马太在对读者说，你以为神只用干净的人？你以为出生会决定能不能被神使用？不，神的故事一开始就写在破碎里。接着马太突然变得很数学化，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，大卫到被掳的巴比伦14代，被掳到基督14代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密码。在希伯来文化中，大卫这个名字的字母数值加起来正好是14。换句话说，马太是在用家谱偷偷说一句话，你们一直等的那位真正的大卫之子就是耶稣。如果你把整段家谱看完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历史不是一路向上，而是反复崩塌。有荣耀，有失败，有亡国，有被掳，有信心，有背叛。但神没有在最黑暗的时刻放弃，反而选择在那样的混乱中让耶稣进入世界。所以这段家谱最后不是在介绍耶稣，而是在回答我们心里那个不敢问的问题。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有份吗？答案是，耶稣本来就是从不完美的名单中来的。